不住滚烫的灵魂，我多想抱紧你，把你的恐惧化作信息，不再计较这世界公平不公平，像跟小孩一样干净。我跟着你细数爱的痕迹，每个生命该爱的用力，请让我抱紧你，去爱的彼岸，没有人学习。小医生，如果能及时做透析，孩子的命是不是就能救回来了？我这辈子欠孩子的太多了，走到现在了，就让我这不称职的父亲替孩子做个主。孩子懂事儿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如果不跟他说，让他稀里糊涂的就走了，他会怪我的。你这个疤当的可真好。主任，肖医生说的对，孩子也有知情权，我们要相信他。爸爸，我是要死了吗？明明，我们告诉你真相，是因为知道你懂事。我们不想瞒着你，也是希望你可以勇敢面对。那我就是要死了。明明，我不怕死，这样就不疼了。可是我怕没有爸爸。明明，爸爸，你能答应我2个要求吗？明明说，多少要求，爸爸都答应你。我想有一身雪白的裙子，还有一双红皮鞋，里面再穿上白袜子，就好像童话里的公主。爸爸不好，爸爸都没给明明买过漂亮的新衣服。爸爸答应你，让你穿上漂亮的新衣服，成为全世界最漂亮的公主，好不好？谢谢爸爸。我知道自己生病已经花了很多的钱，可以再采了花奖。可是等我穿上漂亮的新衣服，我想拍一张照片，这样以后我不在了，爸爸你想就看看照片。爸爸答应你，都答应啊。还有一个，等我不在了，爸爸就没有拖累了，就可以再找一个新妈妈，再生一个孩子。
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跟踪你啊！这不会是之前我打翻的那个吧？你尝一尝就知道当时是多么的暴殄天物了。你这人真记仇。谢谢你啊。在于明明的事儿上，你是对的。虽然他只是个孩子，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。他有权利知道自己即将要面对的和发生的一切。所以你仍然认为，坚持科学是最重要的吗？在人类所有可能的疾病当中，目前我们所了解的，最多不超过20%。在这20%里，现代医学可以治愈的，有不到1/4，而在剩下的3/4里，又只有不到一半，医学是有一定能力去尝试、去争取，再加上一点小运气，也许才会出现奇迹吧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做一名医生啊？因为我相信医学的理性和科学。在医学当中，所有的情感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医学奇迹它不是产生于热情或是感性，它一定是产生于你面对未知时的理性和冷静。所以你关注的是疾病本身，你关注的不是患者。因为在面对疾病的时候，大多数时候，我们都注定会失败，对吧？失败的是患者，是医生，但一定不是医学。我跟你想的不一样。白医生，我知道，你希望患者可以得到完美的治疗。就比如说于明明这件事情上，你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告诉他病情的真相。从医学的角度来说，这是没错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要做一名医生吗？为什么？我记得是上中学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篇新闻报道。当时有这样一幅照片，一个男人站在医院的天台上失声痛哭。新闻的标题是：一个急诊科医生刚刚失去他18岁的患者。在面对疾病的时候，医生可以竭尽全力，但我们无力抵抗死亡。所以就在那一瞬间，我想要成为一名医生。所以你是因为这个故事才被触动的吗？是。我常常在想，医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？是什么样的职业可以让这样一个坚强的人，在一次次面对命运的这种无力感以后，还能重新回到手术台前？后来，我去了国外，做无国际救援。有一次送来一个小女孩，子弹像刀子一样在她腹部划了一个大口子，她肠子都已经流出来了。我们对她进行了全力的抢救，我们给她输血，大量的输液，唯一的一根静脉导管我们也放进去了。我们用上了全部的我们可怜的医疗资源。手术的第2天，小女孩还能跟我们打招呼，高兴地跟我们说话。再后来，她甚至可以吃香蕉、吃苹果。但是，我们眼看着她的肚子一天一天地胀了起来，人却一天天地消瘦了下去。她反复地发生肠漏，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们没有氨基酸，我们没有白蛋白，甚至我们连普通的静脉营养都做不到。后来，小女孩送来的第8天，
他走了。我还记得，他送来的时候裹在红色的毯子里，苍白的小脸，露着怯怯的笑容。那个小女孩，她叫巴斯敏娜。她跟于明明一样，她才8岁。在巴斯敏娜走了以后，我生了一场重病。醒来那天，我坐在山坡上，我看着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，我那一瞬间突然意识到，那张照片触动我的到底是什么？什么？当一个医生面对的不是疾病，而是患者，我们的使命就是陪伴他们。我们应该要陪着他们战胜疾病，战胜死亡。就算不能，我们也应该陪在他们身边，一起去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。所以我认为，医学归根结底就是人学。当一个医生面对的不是疾病，而是患者，我们的使命就是陪伴他们。我们应该要陪着他们战胜疾病，战胜死亡。就算不能，我们也应该陪在他们身边，一起去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。患者什么情况？患者41岁，突发性呼吸困难，体温37.1，血压上压185，下压82，心率120，呼吸34，血氧浓度在不吸氧的状态下是66%。既往病史知道吗120的医生说，他之前有病史，是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，走路的时候有气急。准备插管吧。任何的急诊抢救处理呢，都要保证循环和呼吸系统的有效工作。不管任何病呢，最终导致死亡的都是循环和呼吸系统的衰竭，所以要第一时间打开呼吸道，拉住血压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薛老师，哎，徐老师说让我请您去下抢救室。怎么了？有一个呼吸困难的患者，但我们始终找不到病因。哇，今天什么日子呀？你们白医生呢？什么情况1小时前接诊的患者，41岁，呼吸衰竭，120送来的时候已经昏迷，经过抢救之后，血氧饱和度一直上不去，呼吸也没有好转。病史呢？患者有慢性支气管炎、肺气肿，平常肺功能就不太好，走路有气急，
这是新拍的胸片，两肺气肿，肺本里增加，此外无异常。我听过了，两侧呼吸音都是对称的。怪就怪在这里，呼吸机上应用的潮气量和吸氧浓度已经很大了，气道阻力也不高，但是动脉血氧分压还是很低。按照常理来说，通气量足够，若低氧血症不能改善，那就说明是肺血管有问题，或者是肺组织本身有问题。但是患者既没有血管阻塞的现象，胸片也看不到任何实变或者压缩的情况。我想来想去，想不出哪里出了问题。局限性气胸。可能是在背部。背部局限性气胸，所以普通胸片发现不了，那一切都说通了。小眼厉害。刚才我也说了，你听不见啊？你又没说在背部。神经病。等下班，患者安排一个胸部 CT， 确诊以后插一根胸管。好嘞。就该给他点教训，让他知道一山更比一山高，要不他还真当自己是华佗在世了。四川那个刀伤患者刀口愈合怎么样了？愈合的不错，明天就能拆线了。拆线也不能放松，避免感染。我会留意的。医生！患者情况：患者80岁，3不时突发昏迷，初步判断是脑干梗塞。立刻送 EICU。哎，干嘛呀？公共场合你要和我自己泡行不行？你少打岔，什么意思？给我挖坑是吧？挖什么坑？你让我去看患者情况，然后又让陈志去找肖燕，你故意的吧你？这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呢？大家都是同事嘛，广泛听取意见，这也没什么。1比1多无聊啊！比赛嘛，总得有个争先恐后。现在不才2比1吗？加油！我看好你。你真幼稚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患者呢是动脉硬化造成的脑干梗塞，幸亏送来得及时，病情没有进一步恶化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呀？这个不好说，要看后续的治疗了。您放心，我们已经请了专家进行会诊。您是患者家属吗？我是他的同事，我们一起教过书。那可能需要您帮着联系一下患者的家属，因为后续的治疗需要家属的签字。老张，他只有一个孙子，他叫张大海。我可以联系一下的，但是我不能保证他能来。他的孙子不在本地吗？不过他爷爷都病成这样了，怎么着也应该来看一眼吧。再说了，没有患者家属的签字，后续治疗我们很难进行。我已经通知过他了，他说要来的，可能有什么事儿给耽误了。再重要的事儿也没有老人的命重要呀。您再给他打一个，我跟他说。好。医生，他叫张大海。又打电话干什么呀？请问是张桂荣的家属张大海吗？你是谁呀？这里是铜山医院急诊科，张桂荣现在在我们 EICU 进行救治，因为后续的病情很有可能恶化，我们需要跟你商量一下治疗方案，请你尽快来一趟医院。又想要钱吧？我再说一遍，请您尽快来医院。好，你们先治治，我马上就来。什么人啊这是？不好意思，他脾气是有点急。哎，你们2位是不是给我爷爷看病的医生啊？您好，您是哪位患者的家属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就把老头送到那个什么 ECU 啊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那我明白了，您是张桂荣的孙子呗？你骂谁孙子呢？你说话客气点，我告诉你啊。本来就是张桂荣的孙子啊。咱们进来说吧。我是患者的主治医生，
您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问我。赶紧把老头儿从那个什么 CEO 弄出来，把钱退给我。患者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，要持续在 EICU 观察还有治疗。你别跟我来这套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们那个什么 CEO 收费这么贵，分明就是骗钱。你这人会不会说话？我不会说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就来要钱的，要不然我就告你。肖医生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大家伙都在啊！这个医院你别乱说话，别碰我啊！郑保安，把保安全都叫来，不要乱说。这个医院乱收费啊！这位患者家属，我是主治医生，您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问我。可以，把钱退给我，要不然我不走。患者现在是脑干梗塞，他随时有生命危险，我们现在不能让他出院。把钱退给我就行了，可以不出院。你怎么不讲道理呢？我怎么你再让我报警啊！你报吧，你报吧，他。别吵别吵，这个是病人家属是吧？是。没事，有什么事儿我跟你聊啊。小燕，往里面去，这我来处理。哎，不能走，不把话说清楚，不把钱退了，谁也不能走，不好使。您是？我是急诊科的主任。好，您说话算话吗？当然。我来呢就是来退钱的。这两位二话没说，把我爷爷送进那个。就巨型而算曲折，收费这么贵，那些人表演吧，这么贵的钱，就是不把钱退给我。别幸灾乐祸了，赶紧想办法。哎，别碰我，别碰我！我告诉你，我有心脏病，你碰我，我立马躺这儿，信不信？后半辈子你俩养我。你别在这儿耍无赖啊！谁耍无赖？你们医院耍无赖，骗了钱还赶人！别吵别吵别吵，咱们就换个地儿说话。借过一下，咱们好好聊。咱有理，走遍天下，在这儿可以说得清，是不是，主任？来，我跟你说，你是谁呀？医生啊，看不出来。白叔，这个事情我来处理。我来。患者家属啊，这个是张桂荣住进 EICU 之后的账单，看一下。不看，把钱退我就可以，明白吗？我建议你还是看一下。19000啊，退了吧，我要现金啊！你看清楚了，这钱。王章，你醒了？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听得见。叫什么名字呀？张桂荣。咱们这是在哪儿啊？我是您的主治医生，我叫肖燕。这个是我的同事，叫唐画。哎，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小莲，你看，又让你分心了。你没事就好。哦。咋喊呢？既然您醒了，咱们就来商量一下您后续的治疗方案吧。好啊。好。张桂荣的身体状况不太稳定，你们要多留意啊。嗯，好。张桂荣也太可怜了，怎么摊上那么个孙子呀？怎么说话呢你？他本来就是张桂荣孙子啊。张桂荣以前是个老师，现在看着人也挺体面的，怎么会有张大海那样的孙子？是啊，临走之前都不进门看他爷爷一眼，这样的孙子真是够不孝的。肖医生肯定又要批评我，说我随意讨论患者的家事。你知道就好。反正如果我有这样的孙子，我肯定把他打包寄火星去。
不中啊。小莲，我这儿还有多少钱？医生说你刚醒过来，身体虚，不让你多说话。没事的，5万有吧？小莲，你不能再给大海钱了，你给他那就是害他。他到医院来闹来，肯定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。他能有什么难事儿？还不是赌钱赌输了。哎呀，这小子混的太混了。可是不管怎么着，他也是我的孙子呀。他身边没别的亲人了。你说我不管他，谁管他呀？哎呀，可我现在成这样了，他也管不了多长时间了。小莲，你就随我的意吧，啊。你这次住院花了3万多，剩下也就差不多4万。那我看这样，2万呢给大海留着，那2万你就拿着吧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看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没过上一天好日子，净受苦受累了。老张啊，我不后悔。这个钱呢，我不能要，你还得看病。看什么病？我自己的身子骨我知道，看不好了。这次把这医疗费交了，就不看了。你得看病呀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呀？小莲，真想多陪你几年，可是不行了，我对不住你，你对我的好，我记着，下辈子我一定还，一定还。老张，别。好了，你去把大海叫来，就这么定了。不然我到那边，我没办法跟他爸妈交代。库长，你看，好狗不打闹啊！有事吗？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来看我爷爷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你别闹事儿啊，这里是医院。真当我傻是吧？什么玩意儿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他正常家属探望，我们也是拦不住的。赶紧把手里的活干完，过去看看。啊，大海来了。孙儿啊，我看你脸色不好看啊。哎呦，别提了，一提我就来气。昨儿晚上巴萨对皇马，哎，人家庄家让了巴萨半个球。这巴萨，我想着有这梅西坐镇嘛，最不济也得踢个平局吧。太不争气了，输了个0-3，哎呦，把我钱全坑进去了。我这气得我一宿都没睡好，脖子都落枕了都。大海啊，听爷爷一句话，别赌了。
按老话来讲啊，10赌9输，那就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。老头，你别咒我啊！我本儿翻不回来，没钱给你买骨灰盒。我跟你说，大海，你可别这么跟我说话，行吗？大海，你爷爷都是为你好。我跟我爷爷说话，你跟外人插什么嘴？你别管了你，你自己病病殃殃的，你还管我？你赶紧给我钱。好，我给你，给你。给他拿啊！你快点，我爷爷都说话了，你给他吧。大海，这卡里头有2万块钱，你先拿着吧。怎么剩2万了呢？钱呢？我看病得花钱呐，就这么多了。卖房子钱呢？这怎么剩这么点了呢？不是早就给你还了赌债了吗？你不够啊！我欠的账我都还不上，我怎么翻本啊？你家属小点声音，医院还有其他病人呢。我知道，你出去，你再给我2万。没了，真的没了。老头啊，你是不是想眼睁睁的看着我被这高利贷的人打死？打死你就高兴了是不是？到时候咱爷俩一块上地下见我爸妈去，咱老张家就在这阴曹地府团圆了。你看着就高兴了是吧？你干什么？大海，你呢别逼你爷爷了。你爷爷就只有这么一点点钱了。没了。你拿过来，你给我，你等着给我收尸。老头，你等着。还，哎呀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知道你心里怪我没把钱给大海。那2万块钱是你的。你想给谁就给谁，你说了算。我现在就怕大海出事儿。我是个外人，你可别这么说。你让我把话说完。我们俩的事儿，大海一直都不同意。我知道你很为难，所以我不逼你。但是你不能这么惯着大海，他不光赌牌赌麻将，现在还赌球。你要是再这么由着他的性子，他真的是要毁的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呀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追债的把他逼死啊！现在这社会，有法院有警察，欠债还钱就是了，逼不死人的。我不管你骂我也好，怪我也好，我绝不能再给钱给大海了，给他就是害他。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好，我想交 EICU 的费用。患者叫什么名字？张桂荣，弓长张，富贵的贵，光荣的荣。账上还有8000块。那我再交2万。这个是那个。大海，说老头，你把钱给我，都给你了，是不是？你爷爷就太什么了？那个男人抢他2万块钱，那赶紧报警！别报警，别报警！大爷，你没事了吧？
您喝点水。谢谢。阿姨，您真不报警啊？我看张桂荣挺明事理的，怎么张大海那么无耻呀？这都是命啊。老张年轻的时候啊，一门心思想要去当兵，结果鬼使神差的他没有当上，他就硬逼着自己的儿子去当了兵，就是大海的爸爸。抗洪救灾的时候牺牲了，连人也没找到。大海的妈妈大病了一场，跟着找他的爸爸去。那个时候，大海才2岁，这么小，就没了爸没了妈。张大海的身世倒是挺可怜的。老张老觉得亏欠他，是他害了他的爸爸妈妈，所以从小对他是百依百顺的。你看呀，这是越宠越不成器。我看你也没那么迫切想为心坏了啊。你哪只眼睛看出来了？2只眼睛都看出来了。哎，你是跟人较劲比赛上瘾了，还是另有所图啊？听我一句劝啊，去旁边的眼科给自己挂一号。哼，我还不知道你现在就是跟肖燕比赛较劲上瘾了，等彻底把人打趴下了，围观群众纷纷鼓掌叫好，你再昂首挺胸回心外。干活去了，哎。我还不来呀？他感冒了，怕传染，没让他来。小莲，那事儿，那个事儿，你帮帮我。来，喝点水。哎呀，张嘴。你让我怎么帮你嘛？求求你，帮我。喝了水再说啊，喝了水。我不喝。我不喝。你这是干什么嘛？我求你。好，我帮你。谢谢。17床的护理级别降下了，变成1级。好的，护士长。情况不错，他可能准备转出了。张桂荣身体衰竭的太快了，刚才我去给他量体温，他想跟我说谢谢，嘴张了半天都没说出来。毕竟岁数在那儿呢，身体器官都已经衰竭了，估计就这2天的事情了。哎，那个张大海好些天没来了吧？像他这样的人就应该遭报应。早上血糖就开始不稳了，我给他打了胰岛素降糖，降到14又升上去了，现在是27.5。下午开始，他的血压、心率持续性下降，血压太低了要补液，多巴胺联合去甲肾上腺素升压。好，看着不像心梗。瞳孔等大等圆也没有固定，应该可以排除脑疝或脑水肿。血氧饱和度下降，考虑肺栓塞，急查第2具体肺动脉 CTA。好。护士长，
还是通知一下病人的家属。好。小李，找一下张桂荣的用药记录。好的。要不，就别再折腾他了，让他好好的走了吧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对患者进行药物溶栓，之后的事情等张大海来了，你们再商量吧。道别在心里练几遍，省略了客套的寒暄，拥抱喂饱了想念。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真的一次爱？自己画的句点，自己花园，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，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。好人别哭，这一生没辜负。现在我懂，受苦的不是我，而是陪我来的你。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，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。好人别哭，这一生没辜负。现在我懂，受苦的不是我，而是陪我来的你。